让开！屋里的人没出来之前，谁都不许进去。我说你不能过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。今日谁拦我，我便杀谁！再动，我就杀死你！放了他，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。责任？你有什么责任？我杀了你的人，你怎么会放过我？那个人本来就是送给你杀的，累损废物，却生了你这么个好女儿。准备一下，明日跟我去见相爷。相爷在等你，进去吧。相爷，为何到此？我杀了您的人，所以前来和您赔不是。怎么赔？
用我自己赔。相爷需要的是一个能接管6分半堂的人，我可以做这个人。你想掌管6分半堂，野心不小啊。那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江湖人都是生意人，我父亲以前如何为您做事，我现在也可以。你父亲是你父亲，你是你，你怎么能证明你能像你父亲一样呢？我会向您证明的。不要替我报仇，如果一定要的话，去找白成飞，去找。爹。小姐，真的要去楚河镇吗？江南霹雳堂势力复杂，我们也不熟悉。小姐身边一个会武功的人都不带，万一他们对你起了歹心，可怎么办啊？小姐，非去不可吗？以前，就算遇到再大的事情，别人想着我是雷隼的女儿，6分半堂的大小姐，也总会给几分薄面。现在，我只能靠自己，必须要靠自己。那再怎么样，你也应该带上我呀，起码身边能有个人照顾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。墨儿，去帮我办件事情。没有提前告知便前来拜访，还望没有打扰公子。不去守着你家小姐，到我这儿来干嘛？墨儿此次前来是有一不情之请，还希望公子能够帮忙。自从总堂主走了以后，小姐一直忧心忡忡，她这几日想了许久，才终于下定决心要接掌6分半堂。但是小姐势单力薄，想要撑起现在的6分半堂没有那么容易。总堂主出身江南霹雳堂，小姐便打算收服这股势力，为6分半堂所用。小姐明日就要启程去楚河镇，此行凶险，身边又没有什么信得过的人。白公子，你可愿意同去？李贝京呢？小姐让大堂主留在堂里，他谁都不准备带。白公子，我知道你虽然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但也是真心待小姐，是个可信之人。为了小姐，白公子能否答应这份请求？小少，温柔，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，大白？坐那儿。哦。温柔，快点，
找我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也坐那儿。大白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呢，想给我们3个人做幅画，讨个彩头。做幅画算什么讨彩头啊？先摆个好看点的姿势，来。哦，你俩笑一笑，我欠你们钱呢。大白，这是你第一次画我，好好画哈。别说话，别乱动。好了没有？等会儿，我脸上上枪了。忍一会儿。别笑。好了，我看看，怎么样？大白，不是说要画3个人吗？现在怎么只有我们2个人啊？你是不是有事要跟我们说呀？我呢，明天要离开京城一趟，等我回来，再把自己贴上。就是这个好彩头。你要去哪儿啊？雷纯要去楚河，我担心他有危险，我去保护他。我知道他心里那个人不是我，但我就想护着他。那既然你决定了，就去做吧。有你在纯姐姐身边，我也放心。你可不要让别人欺负了她。还有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你要是受伤的话，我会受伤，都是我伤别人。就是，大白，那说好了啊，等你回来一定要把这个补上。这个彩头好。小姐，你可千万保重身体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跳。狄大哥，就送到这里吧，替我守好6分半堂。你在，我才能安心。照顾好自己。走了。跳。怎么，又要打断我腿啊？我这次离京可没瞒着你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和温柔在京城等你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们就追去天涯海角，打断你。这酒呢，虽然不贵，但却很受欢迎，每日辰时不到就卖光了。我特意起个大早去给你买的，就当是送给礼了。置酒茶安道，同心与我为。谢谢你酒。不过说回来，我们3个人认识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走这么远。等你回来。放心吧，走吧。
雷隼是个废物，死不足惜。可是这苏梦辰一直盯着北方生意不放，迟早是个麻烦。我想，是时候教训他们一下了。怎么教训？安个罪名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，借此机会灭掉金风细雨楼。安什么罪名？13，依你看，你、诸葛，还有天一，你们3兄弟，谁高谁低啊？若论才情，我不如诸葛；若论阵法，我不如天一；若论武功，他2人皆不如我。我听说，诸葛正我已经回来了。他在朝中的时候一直与我为敌，下野了2年，我清静了2年。如今他又回来，我又开始头疼了。相爷的意思是让13先生去杀掉诸葛。世人皆知我跟相爷的关系，若是由我去杀诸葛，只会给相爷安上一个排除异己的罪名。13，你过来看看这些字，会不会想起来你一位老朋友啊？天一？没错，王小石是天一的徒弟，是你跟诸葛的师侄。诸葛武功再好，也万万没想到杀他的居然是他的师侄，所以这件事让他去办，最适合不过。那么细雨楼的人杀了名满天下的诸葛神侯，往后的事该怎么办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相爷高明，请相爷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把金风细雨楼收拾得明明白白。相爷，这王小石怎么会杀他师叔呢？属下去办。何人？王小石，拜见袁师叔。你我从未见过面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师叔用的是自在门的功夫，招式凌厉，收手时也带着3分杀意，那必是袁师叔了。天一把你教得不错，我今日找你来，是想请你去个地方。既然师叔亲自来了，那我跟着去便是。你不用提剑，那个地方没有危险。就算是有危险，也用不上你的剑。人来了。贵客登门，别来无恙啊。原来我师叔一直在为先生效力啊，晚辈见过先生。
你师叔只是跟我是朋友，他不算是我的下属。先生今天邀请我来，是为何事啊？那天笔会我知道，你是懂字的，所以今天邀请你来，希望我们两个一起来欣赏一些字，大家讨论讨论吧。哦，好，请。老先生这画阁里，尽收南北百年名家的手笔。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可是比起这些名家，我更喜欢你的字。你的字有锋芒。一会儿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幅字？我想把它挂在这个画阁的中间。先生若是喜欢的话，我倒是能写上一幅。太好了，但就别挂出来了。请。为何写这4个字啊？印绶为子，相印为皇，佩子怀皇，位极人臣。这4个字送给老先生，最为合适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在这皇家园林里能有这样的别院，可见先生的身份非同一般呐。还有刚才那幅李思训的山水图，是前朝宫中所藏，如今被官家赏赐给一个名臣。若说朝中身份显贵，而又精通书画之人，便只有一位。见过蔡相。哎呀，年纪轻轻，能文能武，白须园里面的后人果然是凤凰之才。你的挽留剑，还有在京城做过些什么事，我都有所耳闻。相爷既然对我如此了解，想必是对我观察许久。今日邀请我来此，不只是看字那么简单吧？坐。今天找你来，是为了有桥集团的事。先生知道有桥集团？因为我留意江湖，当然知道有桥集团了。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择手段去分割江湖上面的利益，他们杀害了很多江湖里面的同道。这个集团不倒下的话，他们会继续祸国殃民。我们一直都想铲除有桥集团，但他们实在隐藏得太深了，难以摸到门路。不止隐藏得太深，还位高权重。相爷，您是知道些什么吗？我听说，他们的首领是名震朝野的诸葛正我，也就是你的师叔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相爷，我虽然没有见过我师叔，但他一直为人称道，而且我师父也说了，这天地之间能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人没有几个，我师叔绝对算一个。有桥集团的首领绝对不会是他的。我们只见过2次面，你不相信我是合理的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起来吧。谢相爷。傅宗书，王公子，好久不见。相爷，您说的就是他呀？这狗贼平时为非作歹，他就是有桥集团的人。他说的话更是一个字都不能信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说话！没错，就是因为他是狗官，那有桥集团才可以让他去办事嘛。你不妨先听一听，他能说些什么吧。王公子，
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王公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狗官，可我也是听命办事儿的人，幕后主谋不是我，是你师叔诸葛正我。我师叔一向声名卓著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他声名卓著，诸葛狗贼，欺上瞒下，镇压良民，手下4大名捕，表面上侠肝义胆，但实际干的都是陷害忠良的勾当。顺他者加官进爵，逆他者生不如死。诸葛狗贼这些年费尽心思经营他的名声，人人都以为他是大忠大义，其实都被他骗了。你满口胡言！你说的这些，就算诸葛师叔现在身在朝中，也未必能做到。更何况他已经下野2年了，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他说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相信。他那叫下野吗？他那叫金蝉脱壳，躲在幕后，利用有桥集团操控朝野。我本想着加入有桥集团，就有了大靠山，升官发财，谁不喜欢呢？这么说来，傅大人今天是良心发现，想要弃暗投明了。我要是再不弃暗投明，我命就不保了。你们炸了雷损的军火，本来这件事雷损可以担，与我无关，可没成想你们把雷损给杀了，这件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，这是掉脑袋的罪，我背不起。所以我冒死找到相爷，只求相爷给我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供出首恶，留我半条狗命。诸葛师叔一直是领兵之人，卖军火给辽人，自己打败仗，他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意在养匪，拥兵自重。我朝开国以来，一向重文轻武。诸葛虽然下野，可他在军中树大根深。只要战乱不停，朝廷就要用兵；只要用兵，就要用钱。那天下百姓的赋税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军中。你师叔赚的可谓是天下间流淌的黄金呢。小石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。我今天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天下间流淌的黄金，就是这句话。傅宗书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任务。他那叫下野吗？他那叫金蝉脱壳，躲在幕后，利用有桥集团操控朝野。人都有2面，面对巨大的利益，圣人都难以自持。你从你师父那里听说的，是当年的诸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世事几番新，更别说是人心了。我所知道的诸葛师叔，虽是从我师父口中听来的，那你所说的诸葛正我，不也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吗？若是有证据的话，那就拿出来，别再枉费口舌了。立乎一何怒，复提一何苦。京郊一带的瓦子巷，便是诸葛党羽下的一处属地，耳闻不如一见。大姐，这瓦子巷这么偏僻，怎么夜市开在这里啊？哎呦，走开走开，你别问这些。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想问。别问了，
大叔，啊，这瓦子巷的夜市怎么和城里面的夜市不一样啊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瓦子巷穷呗。这穷不穷我倒看不出来，可你们这的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的。哎，明天又到月中了，又是抽行头的日子，谁还能嬉皮笑脸呢？朝廷本就有夏秋2税，其他杂所前都有一公示列明。你说的这抽行头又是其中哪一项？哪一项都不是。私税。这天子脚下谁敢收私税钱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敢说，你也别问了。没事啊，要不买东西，你赶紧走吧。那我还是买点东西吧，这样你好挣个钱。来，就这个吧，这个怎么办？哎，小兄弟，请见谅，这件东西不能卖，这是我摊上最好的货色，不止我这儿，所有的摊位上最好的东西呀，都是留给那个人的。你是说，这轿子里的人就是收私税的人？大人，大人，你能救救我兄弟吗？他犯事进了死牢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求您了。从死牢里捞个人倒是不难，不过捞出来以后，命可就不归他自己了呀。只要他能出来，命都是大人您的。我在北方边境有些差事，要用些能豁得出命的人，可以算你兄弟一份。不过，若是在北方出了事，那就是客死他乡，尸身都找不回来，还救吗？啊，救！在大人手下办事，能活多久那就看他造化了。多谢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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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程大人的轿子也敢拦，找死啊！我的路也敢拦，你们也找死啊！说话的是什么人？轿子里的又是什么人？你可知拦路未必会死，可说错话也未必能活。若任你这样的人在京城里胡作非为、目无法纪，那我这刑部班房的道行可算是白修一场。刑部班房又如何？拿人归案总得有理由，杀人治罪也总得有赃证。难不成我这买一酒壶能犯死罪啊？好，很好。这件事我总会办出个起落来，阁下最好警醒些。有劳您费心了。走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哎呀，谢谢大人。大叔，那轿子里的是什么人？这位公子，您得罪的这位可是4大名捕之首6扇门里的无情大人呐，以后可得当心点了啊！掌柜的，哎呦，我也来了，来，坐。哎，是照老规矩来壶烧酒啊，今天换样，来壶上好的花雕，啊，烫得热一些啊。哦，再来一只板鸭。哟，今儿个豪横啊！嗨，办了件小事，发了笔大财。说来听听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能说，你打死都不说。哎，快，上酒！哎，顺子，上只板鸭，来喽！你慢用啊！哎，好。花雕来了，来，哎，你尝尝，好酒。好，这鸭子看着就好吃。
上面说了，这瓦子巷的戏还得再演几天，以保万全。这容易得意忘形的人呐，容易出漏子。找个地儿，埋了。是。狄大堂主能带来我要的消息吗？我等这个消息很久了。那要看你想知道些什么。我想先知道，你是不是有桥集团的人？6分半堂为有桥集团办事，那我自然也是为他们办过事的。有桥集团等级森严，像副总书雷总堂这种地位的，才称得上在位者。单靠这几个在位者，就能撬动整个江湖。那幕后主使之人，到底是谁？王药师，我要提醒你，想对付有桥集团，是要付出身家性命的。不光是你一个人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家性命，你都要赌上。他们的探子无处不在，杀手也无处不在。你甚至不会知道，你说的哪一句话会传到他们的耳朵里。你更不会知道，你身边的哪一个人会是他们的人。很早之前我就说过了，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做。你追查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想必对幕后之人的身份心中已经有了猜测。佛前不打诳语，我在这里写下一个字，如果这个字跟你心里面想的一样，那便是他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人拿我当刀子使，说我这把刀递出去，利国利民。可我却反过来想，我这把刀捅出去了，害的是谁？害了金风细雨楼。也许这世间谁忠谁奸，一时之间很难分辨，但在我心中，金风细雨楼就是忠。拿我当刀使的人就是奸。王药师，我要提醒你，想对付有桥集团，是要付出身家性命的。不光是你一个人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家性命，你都要赌上。他们的探子无处不在，杀手也无处不在。你甚至不会知道，你说的哪一句话会传到他们的耳朵里。你更不会知道，你身边的哪一个人会是他们的人。军师，嘘，来，大哥情况如何？不是很好，时好时坏，刚吃完药睡下了。你找大哥有事儿啊？确实有事儿啊，不过找你也行。哎，咱们换个地儿说吧。军师掌握情报，了解江湖之事。我想问，诸葛神侯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
诸葛神侯名声显赫，他的事迹你就算不问我，去街边随便打听打听都能说出个一二。哎，他是你师叔啊，你会不了解？我既然能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。不知道的事儿？怎么了？不瞒您说，我最近发现一些事，让我怀疑诸葛神侯就是有桥集团背后的主使人。你疯了吧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一开始也没有办法相信，但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他的手下无情欺压百姓。要不是我们毁了6分半堂的军火，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火器房了。我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，但我知道，诸葛神侯绝不会是卖国之人。来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些东西。诸葛神侯23岁出仕皇室，直到45岁被封侯后，才逐渐被世人所知。如今他55岁，你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。要了解一个人，就要了解他的全部。这里面记录了他这些年升迁过程和所办之事，恰好可以弥补这20年间不为人知的空白。你可以仔细看一看。军师，这金风细雨楼成立歌族，为的是什么？自然是为了刺探和收集情报啊。那刺探和收集情报，为的又是什么？小知道，这人世间很多事情，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所以需要我们歌组的人深入生活，耐心等待，仔细观察，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相。军师说的没有错，很多事情不如我们表面所见，所以才需要我们耐心等待，仔细观察，才能看到真相。这份卷宗只是记录，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个表面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人去怀疑过它，所以也没有人去求证。狗头军师，哎，啊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最近你也怪怪的？我也。还有谁怪怪的？小石头啊，跟他说话也不理，感觉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。连你都这么觉得呀？那他真是有问题。他不是心里有事儿，他脑子有事儿。小石头，你快来！我看你这几天没什么精神，特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。我没胃口。你快尝尝，有你最爱吃的湿馒重阳糕。这里有人打扫，灰尘太大了，我真的不吃。我这都盖得好好的，没落一点灰，你尝尝嘛。我今天早上特地为你做的。我说了我不吃了。我到底哪里惹你不满意了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，我做什么你也不应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有什么事都会跟我说，现在反倒躲着我。要不是你觉得我烦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最近确实遇到点事儿，我都告诉你吧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人，表面上看上去光明磊落，侠义正直，但暗地里却唯利是图，无恶不作？当然相信，江湖上什么人都有，这种道貌岸然之辈，并不稀奇。如果我说诸葛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信吗？谁？诸
诸葛正我，怎么可能啊？你是说大名鼎鼎的诸葛神侯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有桥集团的首领，是操纵整个江湖的幕后黑手。你这说的，我越来越糊涂了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当年朝廷大兴土木，押运花石纲，闹得百姓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宣和2年时，神侯不顾自身前程，大胆在官家面前进言，才终结此事。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人，怎么可能是有桥集团的幕后首领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用眼睛看到了，我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且我也说过，我不会放过有桥集团的任何人。小石头，你到底见了什么人？看见什么了？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小石头，你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。算了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在等我？山间无光，夜路难行，我有些担心，就过来了。一起走。你婢女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是你授意的吧？你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单刀直入了。以我现在的状况，我能求助的人并不多。就算你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我也只能赌一把。你应该知道，只要你开口，无论什么事儿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收复霹雳堂，你有什么打算？雷老太爷中风后，霹雳堂的事务由雷天代为打理。他是我父亲在世时一手扶持起来的，对我父亲还算忠心。我事先已经书信他，明天见面。但据我所知，霹雳堂内部局势现在极为紧张，副堂主雷毅不甘人下，想要当堂主，恐怕收复霹雳堂没那么简单。这件事我知道，但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我想等明天见了他之后再做决定。好，那我陪着你。夜深了，早点休息。嗯。谢谢你能来。
还不睡吗？我不困，你安心睡吧。这盏灯会一直为你亮着。我买下了这气管，这盏灯永远都在。独酌易醉，多留一份买酒钱，我陪你喝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过得还好吗？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离开京城吗？关七死了，对你而言，京城就是片伤心地，所以你要离开。关七作恶多端，人人都想杀他，可我却想救他，甚至不惜背叛楼主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救过你，你想报恩。没错，关七对我有恩，就算我知道明明不可能成功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很多人，也无法面对这片伤心地，所以选择了离开。每天每时每刻，我都会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：救关七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也许真的错了吧，但我也找到了另一个答案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去救关七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，所以我坦然了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你比以前快乐了。是啊，我现在过得轻松快乐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件事情，所有人都觉得是错的，只要你觉得应该去做，那就去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。你这1年多一定去了很多地方吧？有没有有趣的事分享一下？有太多趣事了，你想听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温姑娘，小生来了。谢谢。小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温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我和阿姐前几日刚回京，还没来得及探望，还望温姑娘见谅。刚才阿姐在3合楼看到王公子独自喝酒，有些担心，便差我过来知会一声。他在3合楼？你这么说起来，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阿姐，
你来做什么？你最近整个人都很奇怪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你担心我，你回去吧。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你宁愿一个人来喝酒，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和你说又有什么用？我一个人喝酒，至少旁边不会有人烦。小石头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变？大哥病重，大白也走了，这江湖一直在变，为什么我不能变？好，你想喝就喝，想变就变，我绝对不会变。这是醒酒汤，记得喝。走。是霹雳堂的人。你是说吊着那个，还是下面这些？都是。被吊的是雷毅的人，下面守的是雷天的人。在楚河，霹雳堂的事没人敢管。都到了当街把人吊起来的地步，看来这霹雳堂内乱马上就要彻底爆发。这，来者何人？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雷大小姐，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大小姐见谅。堂主已等候多时，请随我来。请。雷大小姐到。老太爷中风，他眨眼，便是向你们问候。雷纯见过雷老太爷。二位稍等片刻。老太爷高寿？90有6。你可是想说，能活到这个岁数，已是幸事？我想说的是，但凡大族者枝繁叶茂，但对族中长老却枝疏叶远。老太爷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有人在膝前尽孝，这才是幸事。哼。霹雳堂
受总堂主照拂良多，总堂身故，我们本该亲自上京吊唁，但奈何老太爷身染重病，雷某难以脱身，实在是有愧啊。你这样说话倒是生分了。父亲在世时也是十分敬重雷老太爷的。大小姐不远千里来到楚河，雷某也大概猜出了所谓何事。如今6分半堂动荡，大小姐找我，应该是想获取霹雳堂的支持。不错，我希望你可以调动霹雳堂的人手入京，扩充6分半堂的势力，稳定局势。雷总堂主对我有恩，按理说，我应该帮助大小姐。只不过，眼下有一事，实在让我自顾不暇呀。你指的是雷毅吧？看来大小姐已经听说了。自从老太爷身染重病，霹雳堂的内乱便开始了。雷毅不顾大局，处处与我作对，如今更是带着他的部下公然与我对抗。霹雳堂内人心四散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实在难以分身了。若我说我能帮你解决此事呢？大小姐有何指教？此事简单，杀了雷毅，以儆效尤。他的人知道你的手段，自然会臣服于你。大小姐身边还果然是卧虎藏龙啊！连一个贴身护卫都有如此胆识。他不是护卫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哼，无妨。说正事吧。雷毅武功高强，为人也心狠手辣。若真能那么轻易杀了他，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你们做不到，我可以。别担心了，在小小的楚河杀一个人，我有把握。更何况还有雷天的帮忙。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山崩地裂，你也会去做，对吗？对。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你也如此。如果代价是伤害到你，我会拒绝。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汉水江上，我们不是第一次相遇。我知道，当时在细柳镇里，我拦下了一辆6分半堂的马车。你就坐在里面。你果然猜到了，只是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涉足江湖事。行走在江湖上，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可我就觉得，幸好你踏入了江湖，否则我就不会遇到你了。
打开。打开。你带我来这里，到底是见什么人？大小姐一见便知。雷毅？没错，我已经抓到了雷毅。大小姐，我真正的目的是要你身边的一个人，我知道他是白愁飞，就是他，在京城杀了我5个哥哥。若不是我的5个哥哥死了，雷毅也不会趁我失落造反。哼！这件事无需大小姐操心。我杀了白愁飞，报了仇，京城的事自然会支持你。哼！你这重兵埋伏的，看来对雷毅恨之入骨啊！哼，是啊，我恨不得将他剁成肉泥。其实杀人的刀子只要够快，一把就够了。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就不怕把他吓得不敢来了？哼，人都有命数，该来的都会来，该死的也逃不掉。你这是何意？哼，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杀你，白愁飞！你在京城杀了我5个哥哥，今夜我要将你剁成肉泥！
你这么做，你家大小姐知道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把你卖了的正是大小姐。你死了，我照样为她做事。这笔买卖对大小姐来说，也不算是什么损失。既然话都说这么明白了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！杀了他！干嘛？站住！站住！绝不能让他们离开楚河镇。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可惜不能帮你收复霹雳堂了。霹雳堂的事还有机会，我来之前把雷毅放了，看他能不能带人拦住雷天，只能赌这一把了。走。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看来是我赌输了，对不起，不该带你来楚河的。没死就不算数。带着我只会2个人都死在这里，你自己反而能杀出去。我不能落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是6分半堂的总堂主，我的死活我自己来定。哎，连水！你明明不会水，为何还往下跳？因为你跳了。你不怪我出卖你，你没出卖我。雷天愿意支持我，筹码是交出你。你在京城杀的5大高手，是他哥哥。我知道，但你不还是来救我了吗？那就不算出卖。倒是你，那么高都敢往下跳。人到绝地，无论何事都要试一下。那我得回去熟悉一下水性，等下次你再跳的时候，我好还你这个人情。雷天的人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死了，就算他们要搜尸体，我们也沿着河漂了一段时间了，他们没那么快追上来。那倒不如
我们沿河找路，尽快离开楚河镇。不，我们得回霹雳堂去。你说我们这局是输是赢？我赌你赢。雷毅见过大小姐。看来你赌赢了。江南霹雳堂，6吩咐我，4吩咐他。你今天就算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的人也会赶来。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，你也休想得到霹雳堂。大小姐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看。他说你们只服他，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。你呢？是。要杀便杀！我愿跟随大小姐，大小姐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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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大小姐，发入使者！看来你的人比起怕你，更怕死。大小姐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为大小姐效命。你都低头了，你的人也归顺了，那留着你有什么用？霹雳堂愿为大小姐效忠。我等愿为大小姐效忠。